这一节课我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字体变形。在野蒙字的系统里，字体变形主要有5种不同的变化。第一个是口的变化，第二个是拉长，第三个是缩短或者是卷曲，第四个是合并笔画，第5个则是点的表现方式。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一一的书写解说。口这个造型在野蒙字系统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存在。我经常会利用口字的不同造型去创造出野蒙字不同的可爱模样。那这边呢，我举了我常用的几个例子，比如说第一个，它会变成上面窄下面宽的梯形；第二个则是倒过来，它是上面宽下面窄。第三个，它比较端正，它看起来就像是有4个圆角的小正方形。接下来，它是往上下拉长，它变成一个窄的框框，或者是第5种，它就是往横向的拉长，它变成一个横向的长方形的框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来一一书写看看。口字的书写，我一般都会用2笔画来完成。第一笔画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二个笔画，看我们要做这样子的造型的时候，上面的弯曲程度就要自己掌握。你把它当成是在画画，就会容易很多。甚至更变化的更厉害，你可以把它画成像是一个小饭团、三角饭团一样。OK， 那倒过来第2种，第3种是比较稍微端正一点的正方形。把这一个口字拉长，或者把它横向的拉长。在中文字中有3个口的字，就是品质的品。我来写给大家看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的3个口，就是第一个是这一个，第二个是这一个，第3个是这一个。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口的造型来组合成我们自己独特可爱的野蒙字。第2种常用的字体变形方法就是笔画的拉长。我们在字里面可以找一个特定的笔画，把它拉长，就可以改变这个字的感觉。我们在例字里面可以看到这些这个是女，我用红色标注的就是拉长的笔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效果。那最后这个是大字，那我们可以这一笔画拉长，也可以最后一笔画拉长。因为每一个字都可以有它自己拉长的部分，我没有办法一一呈现，就先拿这几个字来给大家作为范例。女字，我们这一笔画拉长，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稍微勾起来。大家也可以从这3个字里面看到，我最后这一条往右边横拉的，我把它做了不同的角度变化，是不是就好像是一个女生在跳舞呢？第2个例字是加油的加，
同样的，我做了3种不同的造型，这一条是比较单纯的往下拉的斜细线条，这一个是拉更长，把它稍微勾起来。OK， 那这一条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比较粗的，有一点像直线条。手这个字呢，其实在它上面这个点，我们也可以做拉长处理，往上拉 ，OK， 然后底下把它往下拉，拉很长，然后一点。大小的大，第一笔画拉长，换个角度，改成第2个笔画拉长。这些变化都可以，你喜欢哪一种，自由发挥哦。第3个常用的字体变形技巧是缩短卷曲。缩短经常可以应用在竖钩这一个笔画，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的可，红色的这一个部分竖钩。我们一般正常在写可这个字呢，这个竖钩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正常的比例。但在我们眼眸字里面，我们可以把它缩短，这样子写，它就变成短短的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个同时呢，也可以我们把口字拉长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，把口字拉长，然后这个同时也缩短，它的形状就会变得很不一样。感觉上我们好像不是在写可这个字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稍微弯一点点哈，也是缩短，都可以。这边方向的向，其实它的概念是一样的哦。来，第一笔画，好，我这边改变书写的顺序，我先写里面的口，这个口也稍微有一点点拉长，好，把它缩短。正常我们可能会写到底下来，可是我现在只写了一半，到这边我就缩进来了。OK， 那上面这边拉出去，我们把这个口字拉长，感觉一下，是不是很好玩？我们都可以开发自己所喜欢的眼眸字哈，随便你要怎么画都可以。成功的成，这里面红色的这个斜钩，其实它也是缩短的。我们平常在写成的话，这个斜钩一般来讲我们会拉到最底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可是我在写眼眸字的时候，我会刻意的把它缩短哦。然后再来一个撇，这样子有一点点奇怪的写法，就会造成一种不平衡感，也蛮特别的。再来就是笔画的卷曲，那我这边用上跟下做例子。
第4个字体变形的技巧叫做合并，通常就是把2个笔画合并成1个笔画来书写。像我们第一个例子是山，我们平常在写山的时候，除了第1笔之外，第2笔是竖横，然后再来是第3笔，对吗？可是我们会把它并成1个笔画，就是底下这里，我们会把它合在一起，写成像是英文字的 U。因为它没有的角度，就圆圆的，就更显得可爱。好像这个云底下也是一样哈，它本来是2笔画，我们把它合并成1个笔画来写。那它也可以改变它的长度，比如说我把它拉长，或者我把它变得圆扁，都可以。这个出字呢，就是2个山的组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写2个 U， 然后中间一竖。这边这一个例字呢，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的部首刀部，它原来是这个样子，刀部。那我在书写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合在一起，它会有一个往上拉的感觉，然后再拉下来，勾上来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收这一个字，它的这一个左边它并不是刀部，可是我们平常是这样子写，对不对？2个笔画，一个竖钩，然后一个竖。那我现在会把它合并成在一起，就是一次画完，然后它的长短可能会变得很接近，长短不像前面很明显一长一短，然后再来写右边的这一个部分。好，笔画拉长，对不对？再写一次。好，所以如果是刀部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写到处的到。好，我们这边要笔画合并，有一点像在写英文字的 Y。最后这一个寸，它其实是竖钩跟点2个笔画的组合。我们平常在写是这样子，竖钩点，对吗？那我们把它组合起来，竖钩。可是这个点呢，我是把它拉出去，变成一个圆弧。把竖钩拉得更长。真的就是在画画，是吗？最后一个常用的字体变形就是点的变化。那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把平常在写的点，我们就直接画成一个小圆点，画圆圈，或者是我们把它画成一个爱心。在字体的最上方的话，我们经常也会把它画成像一个小小的牛毛草一样的这样子的造型，或者是往上拉一条斜线像这样子。像木这样子的字呢，我通常会是这样子写，会写一个弯曲的曲线。可是当我们把它写在一个字里面比如说桂花的桂，比较小一点的位置，我就会把它写成一个点。这个都可以看你自己做变化。另外就是爱心的心
我单独先写一个心给大家看看。好，就是最后这个笔画，我会把它画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或者是只写一个点的话也可以。那把它写成一般的字里面啊，思想的思，你我的我，这一节课为大家介绍了5种字体变化的基本技巧。在野蒙字的系统里面，只要你改变线条的粗细，字体的高矮胖瘦都是可以自由发挥，没有绝对的答案。试着多练习，去找出你自己最喜欢的字型。